大家好，这里是天文大小事。在宇宙中有什么是孤单的呢？在1997年的时候，有一个重要的太空探测船被发射到宇宙中，它可以说是独二的机器漂浮在太阳系中，没有任何的空气，只有来自太阳的光线和伴随的黑暗。它有一个目的，准备到很远的地方，经过了几年的时间，飘着飘着，终于到了土星的轨道上。它就是有名的卡西尼号土星探测船。今天天文的大小事，带你了解独自漂流在宇宙中的卡西尼号，并且它到底帮我们发现了什么事？我们今天来聊聊吧。卡西尼号，它是一个前往土星的太空探测船。这个探测船由美国太空总署、欧洲太空总署和意大利的太空总署合作的一个太空任务。其实这个任务主要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就是环绕在土星周围的卡西尼号，另外一个就是预计停留在土卫六的登陆艇惠更斯号。其实惠更斯号是一个登陆器，它的目的就是登陆在土卫六的表面上，这个我们稍后再谈。在1997年10月15号时，卡西尼号、惠更斯号同时发射升空。升空后，经过科学家的计算跟加速后，慢慢的移向了土星的轨道。你知道从地球到土星轨道需要多久的时间吗？其实总共花了7年以上的时间。到2004年7月时，这个两个仪器终于到了土星的轨道，并且在2004年12月25号时，卡西尼号跟惠更斯号正式分离，走上各自的路。现在先来谈谈卡西尼号。卡西尼号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入土星轨道的探测船，这个的大小大概接近一个巴士左右的大小。在1997年10月15号时被发射到太空中，终于在2004年时到达了土星。卡西尼号发现了什么呢？我们在地球上对于土星的认知一直有着限制，由于卡西尼号带领我们可以近距离看土星，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之一。像是卡西尼号在土星就拍摄了许多精美的照片，除此之外也发现了7颗土星的卫星。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卡西尼号最大的发现就是原来土卫二存在的有可能产生生命的环境。原来土卫二上面有冰。2005年时，卡西尼号在土卫二的南极的地方发现了羽状的喷发物质，这些物质依照判断应该是由一个间歇泉所喷发的。这代表是什么呢？这个表示底层可能有液态水的存在哦。液态水可以说是生命的起源之一，也许土卫二有可能有适合生物生存的环境。在2015年时，卡西尼号又从土卫二的南极的羽状喷发物质中发现有氢的存在，这也让科学家觉得非常的兴奋，因为在地球上最重要几个物质，第一个水，第二个有机物质，第三个氢，这个在土卫二的表面都存在了。在地球上，古老的细菌可以利用这几个物质来生存跟繁殖。古老的细菌可以利用氢跟二氧化碳产生甲烷，在合成甲烷的状况中，可以产生繁殖所需的能量。所以在土卫二的上面发现了有产生生命所需的物质。虽然这不代表土卫二上面就有生命哦，但是也让科学家更有目标，是不是可以在土卫二上面发现生命？当然，这要以后的科学家才会知道了。卡西尼号在土星的周围总共工作了多久呢？工作了13年之久。其中有几个比较特别的事。2016年12月4号时，卡西尼号穿过了土星环，这也是第一次有科学仪器穿过土星环，并且在2017年9月15号时，卡西尼号坠落了土星的大气层中销毁。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避免生物污染的可能。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可能呢？在宇宙中怎么会有生物？怎么会有生物污染？是在地球上有一种生物叫水熊，它是可以在真空或无氧的环境下生活一阵子的。有可能某些细菌也是可以在真空或无氧的环境下生存，所以要避免生物污染还是很重要的哦。
第二个，我们来谈谈惠更斯号。惠更斯号是设计来研究土星的最大卫星泰坦，它的目的就是要降落在泰坦的表面上。它配备了一个降落伞，可以让惠更斯号停留在泰坦的表面。因为泰坦的表面可能有甲烷的存在，甲烷形成的河流或海洋，所以科学家一直觉得泰坦有可能有生命的存在。惠更斯号当距离在土卫六的表面1200公里的时候，惠更斯号以每小时 2.2 万公里的速度冲向了土卫六的表面。在降落的时候，它拍下了很多的过程，包括了表面的状况、大气的气流、大气的数据等，并且将这个数据传回到卡西尼号上。惠更斯号在降落到泰坦后，也拍摄了人类史上第一张的泰坦表面的照片。但在10分钟后，它就停止了数据的传输，永远停留在泰坦卫星的表面。而为什么这个探测器称为惠更斯号呢？早在350年前，1655年3月25号时，有一个荷兰天文学家惠更斯发现了这一颗土星的彗星。由于他发现了土星的彗星，所以这个探测船就以惠更斯号做命名。最后在2017年9月15号时，卡西尼号最后坠落了土星的表面，也正式结束了卡西尼号的任务。因为卡西尼号的关系，我们更了解了土星。在其中，卡西尼号回传了45万张以上的相片，并且发现了土卫2很有可能很适合生物的生存，这也是未来探索的目标之一。好了，今天天文大小事来聊一下卡西尼号、惠更斯号这个特别的天文主题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哦。我们世界大小事会包含许多的有趣的内容，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收看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了，拜拜。